翌日，叶晨与萧初然拂晓时分便已经起床，趁着萧长坤和马兰都没有醒，两人6点钟便准备妥当，驱车前往机场。这次是叶晨与萧初然结婚多年来，萧初然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两人心中虽然都有不舍，但也都知道这次的暂别，两人都别无选择。叶晨要确保萧初然的安全，将他送到费可欣那里，费可欣肯定能照顾好他，而萧初然觉得自己要帮助费可欣解燃眉之急，所以只能暂时与老公分开一段时间。在机场分别时，萧初然眼眶通红，轻轻抱着叶晨，口中喃喃道：老公，我这次去美国还不知道要多久，家里就辛苦你了。叶晨抚摸着他的后背，安慰道：有老公在，你尽管放心，爸妈我都会照顾好的。萧初然叮嘱道：主要是照顾好自己，不要总是惦记着去帮人看风水。好好好。叶晨微微一笑，柔声道：你也是，到了纽约不要总想着工作，注意劳逸结合。萧初然悄悄拭去眼泪，不舍地说道：老公，那我进去了。去吧。叶晨点点头，笑着说道：落地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吵。叶晨目送萧初然进了安检，待他完成安检，离开安检通道之后，才转身离开。此时不过才刚刚6点半，叶晨没着急离开，而是来到了机场的到达大厅。由于时间太早，在这里等候接机的人寥寥无几。叶晨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手戴玉扳指的男子正在出口处举着一块接人的牌子。叶晨稍稍放下心来，目前来看，张二毛安排的事情落地的非常靠谱。叶晨未动声色，默默来到机场大屏前驻足观看。从金陵出港的最早的航班也要10分钟后才起飞，而进港的航班最早的要等到8点钟才会落地。进港的航班列表里，大多数出发地都是国内的各大城市，少数几个是海外其他城市。叶晨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否会乘坐飞机抵达，也不知道自己的敌人会从哪里过来，但是他知道一件事，那便是从现在起，他驻守金陵，不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他握紧拳头，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是谁，如果他想在这座20年前我父母惨遭杀害的城市继续杀害我的外公外婆，我叶晨都会以死相拼，以命相搏。神来杀神，佛来杀佛。最后的16个字在叶晨心中掷地有声。他目光坚毅地再次看了一眼机场的进港航班，转过身去，大步离开。此时燕京同样是早晨6点半，燕京国际机场比金陵繁忙了许多。由于航班过于密集，燕京的出港航班从清晨6点10分便开始一架又一架的密集出发。一袭长衫的常胜博以阿根廷华侨许长青的身份迈步走进了燕京机场的国内出发大厅。迫于英主的压力，他买了今天最早的航班前往金陵，飞机8点钟起飞，预计飞行1小时40分钟。办好了登机手续，常胜博在头等舱休息室闭目养神，等候登机。只是他那颗跳动了156年的心脏，此时却不知怎的，总是没有来的频繁失速，有时忽然过快，有时又忽然过缓，如同过山车一般心有余悸。常胜博知道这种反常的表现是因为自己心里的紧张，虽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紧张过了，但他依旧清晰地记得自己以前每逢紧张的时候便会如此，这时童年一直到青年时形成的习惯。这一刻，常胜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自己的漫长人生路。他的童年正处在那个丧权辱国的悲惨年代，吃不饱，穿不暖，豺狼遍地，虎豹环伺。待他青年时，清廷昏庸，义和团硝烟四起，更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而他自己已经数不清当年有多少次是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了。他只记得每当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心脏都会像刚才那样时快时慢，带着几分疼痛与心悸。当年他就是为了躲避战火，为了吃上口饭，为了活下去，才入了长云关做了道士。那时的他
学道是为了活下去，别饿死。但他入了道门之后才明白，原来道家追求的不只是活下去，而是长生不老。几十年的修道，他虽摸到了长生之门，却始终不得要领，这才最终在古稀之年远走他乡，寻找真正的长生之道。直到遇上阴主，他才真正迈上长生之路。而自从掌握了灵气之后，这么多年来，长胜伯都没再有过当年那种紧张感。直到今日，他时隔100余年，再次有了那种生死存亡一线间的忐忑。他不禁在心中暗忖，此次前往金陵，莫非有大祸将至？一念至此，他又连忙甩了甩头，心中宽慰自己，不应该。区金陵，怎可能有能伤我的巨物盘踞？20年前，隐居在此的叶长英与安承熙夫妇，在我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这一次，我灭安家满门于金陵，也绝对没有人能伤我分毫。说到这，他嘴角向上，勾起一道残忍玩味的弧度，心中冷笑。还有安承熙与叶长英的独子，20年前让你侥幸逃脱，若你还活着，若你还在金陵，此次我便送你和你外公外婆一家去见你那对短命的父母。就在这时，头等舱休息室的服务人员来到他的身边，一脸恭敬地说道：许先生您好，您乘坐的前往金陵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请您及时前往36号登机口登机。常胜伯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好的，谢谢。说完，他站起身，前往36号登机口。40分钟后，常胜伯乘坐的飞机在燕京机场跑道上腾空而起，在空中转了半圈之后，一路向南飞行。上午10点，这架飞机提前10分钟在金陵机场降落。随着客舱音乐响起，闭目一路的常胜伯睁开眼睛，他看了看窗外，感觉自己的血液都逐渐变得滚烫沸腾起来。他知道这是对杀戮的渴望，因为一切行动都要鹰主首肯的缘故，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大开杀戒。上一次大开杀戒还是在20年前，而这一次他要在金陵灭安家满门。如此想来，他也不禁在心中感叹，自己与金陵这地方还真是有些缘分，只是这缘分的血腥味儿重了一些。飞机停靠廊桥，常胜伯第一个迈步走出客舱，他穿过长廊，穿过行李区，迈步走入机场的到达大厅。他知道安家人的位置，但他并不准备立刻对安家人动手，因为鹰主的任务有2个，除了灭安家满门之外，他还要规划好动手后藏匿的地点，因为他要在暗处等安承熙与叶长英的儿子出现，所以眼下第一件事是需要先找一处落脚的。就在他打算先乘出租前往市区的时候，他忽然察觉到了几分异常，随即他立刻转过头去，将目光锁定在了斜后方一个举着牌子接人的中年人身上。他没有去看那硕大的牌子上写了什么，他的眼光全部都集中在那中年男人的右手拇指上。霎时间，他的瞳孔猛然一缩。如果把他对灵气的掌控形容成另外一种视觉，那这个男人的右手拇指就是他放眼看去漆黑世界里的唯一一道光。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